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刘宇宁被嘲，没有必要。刘宇宁又被推上风口浪尖，春晚一句网吧包宿被批上不了台面。新剧《玫瑰丛生》开播，被嘲演技拉胯，不配男主。但我想说，这场群嘲真的没有必要，骂得太急太狠，却忘了他从尘埃里爬起来的模样，忘了他肉眼可见的进步，更忘了他一个拼命赶路的普通人。双引号，他只是说了真话，却被骂得最狠。央视春晚的后台从来都是标准答案的考场，别人说陪父母包饺子，他说和小伙伴在网吧包宿，一句话被钉在教坏青少年的十字架上。可谁的青春没有过这样的瞬间？那些藏在网吧里的夜晚，那些和朋友并肩作战的热血，那些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快乐，本就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他没有撒谎，没有博眼球，只是说了一句真话。他直播时解释道，不追求十全十美，只追求独一无二。这份坦诚，在满是套路的娱乐圈，本该是稀缺品，却被曲解成任性不懂事。公众人物需要正向引导，但不需要失去烟火气。他不是圣人，只是个吃过苦、懂人间烟火的普通人。用国家级舞台的尺子去量一个普通人的青春回忆，本身就是一种苛责。这场争议不是他的错，是我们对完美明星的执念太沉重了。别用标签否定努力。春晚的争议刚平息，刘宇宁的新剧《玫瑰丛生》紧接着上线，却引爆了比之前更大的舆论风暴。有人骂他眼神空洞，有人嘲他台词拉胯，有人说他和王子文没有 CP 感。可这些骂声真的客观吗？小贝这个角色温柔克制，智性内敛，本就不需要大开大合的表演。他用盘串的小动作藏起角色的压力，用下垂的眼尾泄露心底的温柔。开播3分钟热度破亿，4.5小时破2亿，观众从观望到真香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从来不是一蹴而就，进步也不该被视而不见。他承认自己非科班，所以自费请老师跟足5年，把片场当课堂。他知道自己台词弱，所以从不带剧本到现场，大段台词张口就来，连导演都惊叹。从长歌行的浩兜，到一念关山的宁远舟，再到如今的小贝，他的成长肉眼可见。我们可以批评他的不足，但不能否定他的努力；可以不喜欢他的表演，但不能抹杀他的进步。把不完美等同于烂，把成长中定义为摆烂，这不是观众的审美，是网络的戾气。其实，我们骂的从来不是刘宇宁的演技，而是他的出身。网红2个字，像一道枷锁，锁住了他的所有努力。从街头歌手到直播爆红，再到转型演员，他每走一步都要承受不配的质疑。一念关山官宣，被骂古装丑男，甚至遭遇 AI 换脸。折腰开播前被唱衰造型，播后却因演技真香。他用5年时间，从5番配角走到3平台破万的男主，从被全网嘲到被范明、刘涛等前辈盛赞。这份逆袭本该被尊重，却因为网红的标签被轻易否定。内娱从来不缺科班出身的演员，缺的是像他这样从底层爬起来，拼命抓住每一个机会的人。他不思番位，说我的价值不需要靠番位证明。他不避讳过往，直播坦诚回应婚史，呼吁别打扰素人前妻。这样的人不该被群嘲，该被看见。我们总说反对流量至上，却又用流量的标准去审判一个努力转型的艺人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。双引号，少一点苛责，多一点成长。演技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沉淀，需要打磨，需要放下浮躁。
静下心来，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，每一句台词。你可以靠流量出圈，但不能靠流量立身。你可以享受流量带来的红利，但不能沉溺其中，忘了初心。别再被流量绑架，别再牺牲作品质量去迎合流量。观众要的从来不是流量，不是热度，而是好作品，是有实力的演员。潮水退去，才知道谁在裸泳；热度退去，才知道谁有真本事。刘宇宁的翻车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偶然在舆论的发酵，必然在他仍需打磨的实力。但刘宇宁被嘲，真的没有必要。给他一点时间，给努力一点尊重，给成长一点空间。毕竟这个时代，肯沉下心做事的人，都值得被温柔以待。